近期，菲律宾屡屡在南海制造风浪，搅动舆论。7月22号，中菲就仁爱礁达成临时性安排之后，菲方反而加大了挑衅力度。时隔2个多月，中菲再次坐到了谈判桌前。9月11号，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陈晓东同菲律宾外交部副部长拉扎罗在北京共同举行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团长会晤。根据外交部发布的消息稿，双方就中菲涉海问题，特别是仙宾礁问题，坦诚深入地交换了意见。中方重申在仙宾礁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敦促菲方立即撤离有关船只。中方将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和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严肃性和有效性。双方同意继续通过中菲南海问题双边磋商机制等外交渠道保持沟通。仙宾礁是中国的固有领土，是南沙群岛的一个无人岛礁，礁盘面积超过80平方公里，中间西湖平均水深超过20米。中国海警常年在附近巡航执法。中国渔民在仙宾礁及其附近海域的捕鱼和避风活动由来已久，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就通过长期的生产实践和观察，形象地将仙宾礁称呼为鱼鳞。菲律宾在南海的政策，除了不断在海上进行挑衅以及加强武装之外，那维持外交谈判是他们一贯的策略。所以这一次的会谈，当然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更进一步的协商，不一定说就能完全解除中菲在南海的纷争，但起码保持着这个沟通的渠道，对解决中菲在南海的误判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自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上台执政以来，南海紧张局势不断加剧。菲律宾方面多次借运捕之名非法擅闯中国仁爱礁及其邻近海域，并以非渔民捕鱼权为借口，在黄岩岛周边海域滋事挑衅，不断推高海上紧张事态。今年7月，中方基于处理当前仁爱礁局势的3点原则立场，同菲方就运捕人道主义生活物资达成临时性安排，局势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然而，在此之后，菲方将挑衅的重点转至仙宾礁，中方及时执法予以管控。8月19号，菲方执意派出4410号、4411号海警船非法闯入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临近海域，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海警船，后又非法冲闯仁爱礁附近海域，性质十分恶劣。8月25号和26号，菲方先后派出3002号船以及4409号、4411号海警船，再连番非法冲闯仙宾礁附近海域，持续危险接近正常航行的中方海警船。8月31号，菲律宾非法滞留中国仙宾礁的海警9701号船寻衅滋事，以不专业、危险方式故意冲撞中方正常维权执法的5205舰，并发生碰撞，还反咬一口指中国海警船危险操作。中国海警局则多次正告菲方，正视现实，放弃幻想，立即自行撤走才是唯一正确途径。值得警惕的是，美方插手南海局势日益从幕后走向前台。不久前，美国海岸警卫队太平洋海区指挥部司令访菲，菲方发布的照片传递了一个微妙的信息。会议屏幕上显示了从菲律宾巴拉望岛到中国南沙群岛仙宾礁的距离示意图。有分析推测，由美菲海警官员会晤期间，美国很可能在战术层面向菲律宾提供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包括信息情报共享，鼓动菲律宾在仙宾礁挑衅。此外，美国还打着援助菲律宾的旗号，加强在菲军事部署。今年4月，美军公开宣布首次在菲律宾吕宋岛北部部署了中程导弹系统、低风系统，并声称这一部署具有里程碑意义，引发地区国家强烈反对。外界注意到，广东海事局日前发布航行警告，9月10号至12号，每天9时至15时，南海部分海域进行实弹射击，禁止驶入。有分析认为，实弹射击训练说明中方正在为各种可能的风险做充足的准备。实际上，8月初，解放军南部战区也在黄岩岛附近海空域组织了联合战巡。新闻通稿强调，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军事活动尽在掌握之中。因为美国的介入，所以现在就是中菲这个关系，特别在海上的争端就显得复杂性。总而言之，中菲在海上的对抗是一场持久战、消耗战，但最终的是机缘、决心和耐力的比拼。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英国外交大臣拉米近日在访问乌克兰期间，分别宣布了新的对乌克兰的巨额资金支持，还讨论了是否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限制。普京对此警告，如果西方解禁远程武器，就意味着与俄罗斯开战。美英两国近期再次宣布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到访乌克兰的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向乌提供超过7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同行的英国外交大臣拉米也证实，英国将再向乌提供7.82亿美元的援助和贷款担保。不过，此访最受关注的话题还属乌克兰要求解除对使用西方武器的限制。美国向乌克兰提供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最大射程124到150公里，增程型的射程可以达到248到300公里。英国的风暴之影巡航导弹射程达到560公里。有英国政府消息人士称，英国已决定允许乌对俄境内目标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有消息还称，布林肯也暗示白宫将解除对乌远程打击限制。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2号表示，俄方毫不怀疑西方早已决定解除对乌克兰使用远程武器攻击俄罗斯领土的限制，现在是试图在公开场合美化这一决定。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也做出了同样的判断。他说，西方这个决定将大大加剧其插手俄乌冲突的程度，毫无疑问将引发俄罗斯的回应。Скорее всего, конечно, все эти решения уже приняты. Это можно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с большой долей вероятности. В настоящий момент просто в СМИ ведется такая кампания информационная по формализации уже принятого решения. 普京回应称，西方国家若解禁远程武器，那将彻底改变冲突本质，也意味着他们与俄罗斯直接开战。俄罗斯将根据所面临的威胁做出适当决定。И поэтому речь идет не о том, чтобы разрешать украинскому режиму наносить удары по России этим оружием или не разрешать. Речь идет о том, чтобы принять решение о том, что страны НАТО напрямую участвуют в военном конфликте или нет. Если это решение будет принято, это будет означать не что иное, как прямое участие стран НАТО,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европейских стран в войне на Украине. 就在布林肯访乌的同一天，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美国雷神公司获签供应先进中程空攻导弹及其附属设备的合同，价值接近12亿美元。声明说，合同包括向外国供应这款导弹，其中包括乌克兰。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指出，为乌克兰提供大量武器的生产制造行为，使美国经济转向战时状态。美国军工复合体的收入呈现爆炸式增长，但经济全面军事化的道路是一条死胡同，因为向和平状态的过渡往往代价非常高昂。扎哈罗娃表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军工复合体及其核心业务将不可避免地采取一种屡试不爽的手段，他们将尝试以任何借口煽动新一轮的武装冲突。据统计，乌克兰危机自2022年2月升级以来，美国已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560亿美元的军事支持，而美国高官曾亲口承认，这些钱大部分都花在了美国，落入了美国军火商的腰包。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the bulk of this money is going right back into the U.S. economy to make those weapons, including good-paying jobs in some 40 states across the United States. 战事方面，俄罗斯国防部12号通报，俄军的航空兵和炮兵对用于乌军行动保障的机场基础设施、能源设施进行了大规模打击，其中击落了乌克兰59架无人机。同一天，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当天的下午，前线地区发生了79次战斗，大多数的战斗发生在波克罗夫斯克和库拉霍沃方向，多场战斗仍在继续。在库尔斯克州，俄军称继续击溃乌克兰武装部队，在过去2天内已控制了库尔斯克州10个定居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则表示，俄军开始在库尔斯克地区发起反攻行动，但他称一切都按照乌克兰的计划进行。当地时间12号，日本自民党发布总裁选举公告，共有9人登记参选。这是日本自民党于1972年引入提名推荐制度以来，登记候选人总数最多的一次。
由于日本自民党占国会多数议席，这也就意味着谁胜选，谁将锁定日本的下一任首相。9名候选人包括日本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外务大臣上川洋子、数字大臣河野太郎、前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小林英之、前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前内阁官房长官加藤胜信、自民党前干事长石破茂以及现干事长茂木敏充。而此前曾表达参选意向的经济产业大臣斋藤健因未能获得参选所需的20人提名而退出。総裁選の戦いから撤兵します。自民党总裁选举定于27号举行投票和计票。根据选举规则，367名自民党籍国会议员每人1票，各地地方议员、普通党员、注册支持者所投票折合为367票，合计734票。得票过半者当选总裁。如果第1轮投票没有人得票过半，得票数前2名的候选人将进入第2轮及决胜轮投票。共同社认为，选举进入决胜轮的可能性很大，预计候选人将围绕经济和社会政策等主要问题展开选战，包括挽回日本政府因黑金丑闻而丧失的公信度，以及应对物价上涨。多份日本民调结果显示，石破茂、小泉进次郎、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分列前3，是新总裁的热门人选。石破茂现年67岁，曾担任日本防卫大臣、自民党干事长等职，这是石破茂第5次对自民党总裁宝座发起挑战，他将其称为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战。尽管石破茂在民调中很受欢迎，但有声音认为他在党内的基础薄弱，赢取国会议员票方面可能有困难。小泉进次郎从政后即被视为日本政坛的超新星，现年43岁的他出身政治世家，父亲小泉纯一郎是日本前首相。有日媒指出，小泉进次郎能够成为强有力的竞争者，主要与小泉纯一郎的影响力有关。日本前首相菅义伟日前发表街头演讲，为小泉进次郎背书。但有分析称，由于小泉进次郎缺乏担任要职的经历，背后又有着支持他的菅义伟的身影，外界担忧新政府可能陷入垂帘听政的局面。63岁的高市早苗是第7位正式参选者，也是首位女性候选人。她力争成为日本首位女首相，这是高市第2次参选党总裁。2021年，高市早苗败给了现任首相岸田文雄，无缘党首。在本次选举中，他与小林英之的支持群体有所重合，双方支持者均是重视保守政策的选民，如何扩大支持面成为高市面临的棘手问题。不过，即使3人在民调中相对受青睐，但支持率实际上均在30%以下，都没有确保胜出的绝对优势，选情仍不明朗。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11号晚接受记者采访时，首次就其儿子小泉进次郎竞选自民党总裁一事发表评论。小泉纯一郎称，他与儿子在一次用餐时谈及本届选举。ちょっと年齢的にね、若いんじゃないか。50過ぎてね、考えればいいんじゃないかと言ってんだけども、もう大人判断だから、あれこれ言わんよ。自分で判断しろと言ってんだ。小泉纯一郎说，对于他上述言论，儿子当时笑了一下，默不作声，还说父子2人此前并未就参选一事有过通气。而被问及对本届自民党总裁选举有什么期待时，小泉纯一郎称，这已经不是我应该插嘴的事情，我已经退出政坛了。仮に落選してもね、それはまた将来の糧になるんじゃないか。虽然此次竞选竞争激烈，谁都想成为最后赢家，但事实上，无论最后谁胜选，都将面临重重困难。日本政治记者野上忠兴表示，日本国会议员没有致力于恢复国民信赖，不论谁成为自民党总裁，都只会让民众加速远离自民党。日本中央大学政治理论教授山崎望则对自民党的体制产生疑问，
他表示，无论谁成为党总裁都很难创新，这是党内缺乏自我进化能力的表现。还有分析称，失信于民的党派政治、令人棘手的经济隐忧、复杂变幻的内外时局、黑金事件的丑闻影响等等，这一系列困难摆在前面。无论谁夺得自民党总裁宝座，继而可能成为下一任日本首相，其执政之路都将面临重重挑战。备受瞩目的第11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拉开帷幕。在高端访谈环节，中美专家对谈备受关注。自2006年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已经举办10届。从首届论坛仅有几十名学者参加的二轨对话平台，到如今已是有500余名官方代表出席的一轨半对话平台。今年来自欧美的学者数量约占外方学者数量的1/3，显示无论是论坛规模还是平台规格均大幅提升，已发展成为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安全对话的重要平台之一。与美西方主导的其他防务论坛不同的是，北京香山论坛鼓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代表参与对话，发出声音。深圳卫视注意到，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特别设置了高端访谈环节，针对中美关系，由欧亚集团中国部门常务董事、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帮办华自强和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展开对谈。华自强曾在美国国务院担任对华政策部门最高官员长达27年。去年6月底，他宣布从中国事务协调办公室卸任。对谈中，对话交流是中美双方学者提到的高频词。接受记者采访时，华自强肯定了中国对地区发展做出的贡献。参与对谈的中方学者，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吴新博肯定了中美持续沟通对话的势头。我觉得这1年来，应该讲中美一个是保持了这个正常的这个交往，就是联系一直在保持。第二个呢，就是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能够有及时的沟通，比如台湾问题，中美都有比较实质性的沟通，这个防止出现危机管控。值得一提的是，美方这次派出比去年级别更高、资历更深的代表参加今年的北京香山论坛，由美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副助理部长蔡斯担任团长。去年美国派出的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参加论坛。卡莱斯参加论坛期间非常低调，参加了一个闭门小型研讨会，也没有接受采访。蔡斯被视为美国国内的知华派人士，他还给自己起了个中文名字陈思茂。作为美国国防部高官，他曾于去年底与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国防武官刘展在五角大楼会谈。今年1月，蔡斯与时任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副主任举行中美国防政策协调会谈，这是双方自2021年以来首次举行此类工作级别会谈。此次论坛期间，中美军方将如何互动，也是国际舆论最为关注的话题之一。比去年的规格高，这都是好事啊！来比不来好，见比不见好，谈比不谈好，是吧？总不能呢这个老死不相往来。但是既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不能光听着光说的好听不行，一定要落实。近期中美涉军交流增加，两国元首旧金山会晤达成的重启4个两军沟通机制的愿景已经顺利完成。就在北京香山论坛开幕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司令员吴亚楠与美军印太总部司令帕帕罗在10号上午举行视频通话，双方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上月底，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实现其任内首次访华，与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会见。那么这个积极信号也意味着我们中美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在发生着作用。起码就是两国应该是本着一种和平共处、互利互惠，起码是和平共处的这么一种这个大的方向。当前，由于美国在背后挑唆，菲律宾多次在南海挑衅滋事，南海局势骤然升温，引发外界高度担忧。对此，与会专家普遍认为，维护亚太繁荣稳定至关重要，而这需要域内各国共同努力，妥善处理相关问题。To build more trust and confidence and mutual trust among the parties concerned, I think this will be a perfect solution. But of course, it's not easy to build trust and confidence because in these efforts, we need
take and give. You scratch my back and I scratch your back. 除了在菲律宾部署低风中程导弹系统，美军还计划以举行美日联合军演为由，在日本也部署这一系统。从菲律宾到日本，美军要打造一个怎样的中导网络？这又会对地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在上个月访日期间，美国陆军部长沃姆斯与日本防卫大臣木原忍会面时，讨论的议题包括让美国新成立的所谓多域特遣部队参与到日本举行的美日联合军演。所谓多域特遣部队是在美陆军2016年提出的多域作战概念的基础上建立的。该作战理念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开展所谓大国竞争。该部队是在炮兵旅的基础上组建的，下辖指挥营、战略火力营、防空营、支援营。这样一个旅级战斗队可以对陆、海、空等多领域的目标进行远程精准火力打击。目前，美国陆军已经组建了3支多域特遣部队，其中2支在印太地区轮换部署。美军还在试点通过标准化的信息接口，把日本、韩国、澳大利亚等盟国的兵力整合到这支特遣部队里。而为了实现美军这一作战新模式，多域特遣部队的特点之一就是装备了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低风陆基中导系统，把美国海空军的巡航导弹、防空导弹改装成陆基发射武器，增加陆军的作战半径，从而试图突破对手的防御圈。低风是美国撕毁中导条约后研发的第一款陆基中导系统，由洛马公司基于 MK41垂直发射系统改装研发，2022年底交付，是美国陆军远程精准火力计划的一部分，主要用于发射战斧巡航导弹或标准6导弹攻击地面目标，最大射程约为1800公里。有分析指出，这套武器系统的出现，标志着美国中导武器装备正在快速复活，同时也是美国所谓大国竞争的核心战略工具。美国在大国周边通过低风系统的部署，试图形成前沿远程战略打击能力。美军多域特遣部队参与美日联合军演，也就意味着低风系统将随该部队一起部署日本。外界注意到，日本近年来曾多次否认有关美军可能在日本部署低风系统的报道。观察人士表示，此类部署难以获得日本公众的理解，因为部署地点将会成为潜在的打击目标。尽管如此，有迹象表明，日本政府可能正在考虑同意美方的要求。8月，日本陆上自卫队地面部队司令部参谋长酒井中将访问了位于美国华盛顿州的美军刘易斯麦克乔德联合基地，也就是美军多域特遣部队的总部所在地。当时酒井及其代表团成员还站在低风系统前留影，引发外界联想。这一套导弹系统呢是进攻性的，那很显然，这就使得美国在远程打击能力方面，还有远程防空反导方面，都会得到很大的提升吧，会使得亚太地区的局势急剧升级。